各位好，今天是 iOS 18正式版更新放出的日子。你只要看到我现在这期视频，那一定是证明你已经可以把你的 iPhone XR 以上的 iPhone 更新到最新的 iOS 18系统了，而且都是免费的啊。那我姑且不说炒得沸沸扬扬的 Apple 智能，大概率上不是大概率，100%你更新到iOS 18之后，Apple 智能的所有功能你都是用不到的啊，当然都是没法用的，都是没有的啊，不光是你，全世界人民都没法用，所以别急啊 ，Apple 智能的这个内容先别急，那个要等到 iOS 8.1才能够在理论上啊，应该是才能够在美国推出，中国应该还是没有的啊。发布会上已经说了 ，Apple 智能中国来到的时间是2025年啊，具体2025年几月还不知道，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官网上也明确的说明，包括这个软件更新的时候，里面也有注释说明，Apple 智能的正式上市或者说就是下放的这个你能够用得上的这个时间，取决于各地的法律法规的批准时间啊，以这个为准。那也就是说，最坏的一种可能就是像中国大陆地区的 iTunes 电影商店和 iBooks 图书商店一样，就一直在等待中了啊，开了2个月就一直在等待中了。那最坏的可能性出现在 Apple 智能的身上呢，就是永远不开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啊，大家做好这个准备，因为 iPhone 16的机型还没有真的到用户手中啊，就算到了也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你还是要等到美国正式的发布 iOS 18.1啊，等到美国的这个版本已经可以用到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去真正的去靠谱的看一看这个国行的机器，或者是跟机器有关系，还是跟 ID 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到时候再看。当然我现在说的是最悲观的情况啊，当然相信也会有一些乐观的成分在，所以呢，也不希望大家太悲观。但是我觉得看我的频道和节目的观众啊，应该不会太纠结 Apple 智能的这些种种啊，应该是那种我不当心踩到了流量密码的那些观众，比较在意这些所谓的数码爱好者啊，科技的这个小达人们啊，比较在意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有一些什么独特的视角吧，或者但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起一些标题党的这种标题，理论上呢也会成为一个热点视频啊。但是，咱们就别这么做了，这个不符合我个人的性格，也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们这个频道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和 Apple 一样啊，咱们沉下心来，面对真正的普通用户，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 iOS 18，它升级之后有哪些功能是你可以直接体验到的。那正好呢，我也有一个刚刚升级好的手机，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操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一些比较常用的。但是在此之前呢，要先再次的跟大家声明一下啊，以下演示的这些功能都是需要你升级到 iOS 18的系统。升级的方式是你在 iPhone 当中点击设置通用软件更新，联网没问题的情况下，稍等片刻，看它能不能读出一个新的系统版本。那最大的可能性，你是可能会读出2个系统版本，一个是 iOS 17.7，一个是 iOS 18。所以大家在升级之前一定要注意好，看好了数字啊，别看到更新就去随便点。那正确的点法肯定是你要点击屏幕下方的升级到 iOS 18，而不要点那个超级大的、最明显的、一下子就映入了眼帘的那个17.7。那如果你点了那个呢，你就只能等17.7更新完毕之后，再重新更新一遍，你才能够升级到 iOS 18。
以后也都是这样，因为如果大版本的更新，每年一次的这种9月份的大版本的更新，一定都是需要用户手动的去主动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去点，然后他要在这个视觉引导跟这个艺术的设计上面，充分的体现是用户自己要啊，而不是我非得让你更新。因为 iOS 18它更多的带来的是一些体验上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传统的用户的不适应。所以说呢，这个更新对于官方来讲偏保守，我认为对于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对大家来讲也是，我个人是强烈再强烈的推荐大家尽可能的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体验到最新的版本。但这也是我的性格，也是我的爱好，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大概率上也是您收听这个频道的目的。但是我非常理性的知道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我声称我这个频道是针对普通人的，所以你也可以完全看完我这个频道之后，慢慢的去选择你随便舒适的什么时间去更新，你永远不更新也没问题。好，又说了一大堆废话啊，那么现在开始我们就给大家去实操一下，看看 iOS 18你刚刚升级完值得体验的有哪些个新功能吧。那我这个也是刚升级好啊，首先看到的是刚升级完了之后，Apple 非常贴心的啊，这个是我升级完过了大概3-4个小时吧，就给你发送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来自于提示 App， 所以他知道你更新了新的系统，所以打开这个提示 App 的话呢，就会看到全新的教程啊 ，iOS 18的新功能。基本上我想要带领大家一起体验的也就是这些，比如说自定义 App 的风格，比如说自定义控制中心，以及更换锁屏的控制，以及在 iMessage 当中的一些新的表达方式，还有隐藏 App，我觉得大家能够体验到这一些就够了。所以你看，你升级完了之后，我这期视频的所有的笔记全都在这里了。我就不再上什么链接了，所以大家记得，哪怕你没有收到提示，因为这个提示可能要等几个小时才会主动的发给你，哪怕你没有收到提示，你也可以去手动的打开这个提示 App 小灯泡提示 App， 然后在里面找到新功能一列，有 iOS 18新功能，点进来一个一个的去看就可以了。那非常明确的去教你该怎么做，对吧？那我们就凭着我的印象吧，来带大家去看一看啊。第一个，我觉得你最值得尝试的就是在主屏幕下面长按空白的地方，也就是原来自定义主屏幕的这种操作方式啊，然后点击左上角的编辑。好，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自定义的按钮是新增加出来的。添加小组件和编辑页面，这个我们之前系列节目都讲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自定义是新功能。点下自定义之后，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些新的东西了啊，一共有1、2、3个部分。一个是图标的大小，如果我换到大图标，你可以说这是老年机模式啊。反正文字这么小你也看不清嘛，干脆你就别看了，就记图标就好了。所以硕大的图标，当然我觉得不一定老年人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模式，你也可以用这个，这是第一个可以调整的。第二个，左上角这里啊，小太阳跟也不是小月亮了，就是很亮的太阳跟很暗的太阳，这个看你喜欢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这个只是这个壁纸的背景的显示模式啊，可以切换。当然深色模式护眼且省电一点啊，这种就是更亮丽一点，你可以去改。那么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下面这4个方块了，一个是浅色是默认的，这个不叫新功能啊，新功能是深色。那它可以和你的手机当中界面的深色模式结合在一起去发挥作用啊。之前深色模式我们已经讲过了，但原来的深色模式是没有办法让图标变成深色的，现在可以了。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放到第3个，就是自动，它是跟深色模式一样，手机进入到深色模式了，图标就是深色啊；手机进入到浅色模式，图标就是浅色，根据你所在地区的
太阳的日出日落时间。那如果你对颜色足够的敏感，也喜欢去变换各种颜色，为自己带来一些好心情，你可以点色调。在色调里面，你可以自己通过这2个色调的滑杆去进行滑动来改变图标的颜色。你也可以用右上角的这根吸管，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做化学实验，应该是第一次，反正如果是我这个年纪的话啊，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吸管，是吧？拿这个上面那个胶皮捏一下，然后放到液体里面，一松手就吸出来一些液体。那这个吸管呢，就是模拟这个啊，你看到这个图标就知道它也是吸东西用的，但是它吸的不是液体，当然不是液体了，它是吸颜色用的。所以你点一下这个吸管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壁纸上的任何地方去吸取你喜欢的颜色啊，比如说我吸一个这种，吸完松手，看你所有的图标都会变成这个颜色。所以可以跟你的照片相配合啊，这个就因人而异了。我个人呢，对颜色的把控并不是那么的高需求，所以我就放自动就好了。这个是我个人的推荐的建议啊。这是第一个新的功能。好，第二个新功能就是你终于可以去我想是从主屏幕移除，你终于可以去这样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把这个 app 去空出一个位置。如果说你中间放的是一个人的照片，然后你不希望 app 把这个人的脸挡住，你就可以用我现在的这种方式删除一些图标，然后把这个位置空出来，空出来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我就不演示了，但大家可以想象，你可以弄出一个空白的主屏幕来，然后让图标放着一圈走，然后中间是空出来的。你空出来的东西，你可以露出后面的照片背景，你也可以放一些小组件，什么都可以。就原来的图标一定是贴紧网格的，但是现在可以空出来这个位置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自定义的、更深入的这么一个功能了啊。当然，你看这个小组件，我们也可以去拖大、拖小，但是是一定程度的啊，不是任意想多大就多大，它还是分大号、中号、小号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大家马上可以上手就体验的功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控制中心，还是同样的方法呼叫出来，然后比较贴心的，这里直接加了一个关机。如果你一直按住这里的话啊，就直接关机了啊，有关机钮了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控制中心的这里会多了几个，这个是页面啊，不同功能的页面。第一个爱心是个人收藏，第二个是音乐，第三个是这个无线信号，比如说这个蜂窝、WiFi、蓝牙等等都可以直接进行关闭，包括个人热点、隔空投送、卫星都可以了。而这每一个页面其实你都是可以自定义的，你也可以自定义出来一个空白的页面。那比如说像这个，我点加号，点完加号之后，其实每一个你可以看到，首先你都可以去删掉一些东西了。比如说我可以把计时器删掉，然后拍照我想变大一点，你可以把它拉大啊，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大小可以去，就是让你排布的可以更好看一点嘛。然后呢，你可以点添加控制啊，那这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我觉得可以用海量的控制来去形容了。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觉得比较想用的功能，把它加进来。比如说我有 Apple Watch， 我可以添加一个呼叫我的 Watch。那这样当你找不到手表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啊。不仅手表可以找手机，现在手机还可以找手表啊，就是来回来去找啊，互相找都可以。更多的我就不演示了，因为大家自己去看啊，有的看了。如果你这个花时间想看一看的话，因为它的内容非常之多啊。自定义完了就点一下空白地方就好了。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体验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Message。那我再次强调注意啊，一定要是 iMessage， 不能是短信啊。那在 iMessage 对话的情况下，有这么几个新功能会加入进来。第一个呢，是可以允许你有更好玩的字体。这个字体怎么用啊？比如说你先把文字打进去，然后需要把这些文字呢进行全选，全选之后会跳出一个选单啊，然后我们要点第二页，藏得比较深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文字效果。我们点击这个文字效果之后，就可以看到啊，现在是新增了
8种不同的文字动画，并且呢，如果字体支持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加粗、倾斜、下划线和删除线。比如说有些时候你特别是我个人比较习惯，就是在 iMessage 这种会打比较多的文字的时候，那你可以利用这种加粗来代表它是标题，然后再换行，再去写普通的甚至有些重点或者有些引用我们也可以用倾斜或者是这个下划线的方式。那比如说我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爆发，我选一个爆发效果，然后点发送，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效果了。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而且比较好玩的是它会一直在那边不断的重复这个效果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原来的那些效果来得更好一些。原来那些效果就是看一次就没了，你必须手动点重复播放。那第二个呢，就是新增加了一个在点回里面。什么叫点回呢？比如说他说了一个需求，我就只要点个赞或者说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长按或者点2下。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iOS 18的点回增加了非常多，而且不止4个了，原来应该是4个，只有前4个嘛，还有5个。就是1、2、3对，原来应该是6个，就是我记得有爱心、有点赞、点彩、有哈哈、有感叹号和问号，后面就没了。但是首先它把原来的都改成更丰富的彩色了然后其次呢，我可以去把所有的表情符号都作为点回来进行使用。不光是这些最后一个是表情符号按钮，如果我点最后一个，它可以打开表情符号的这个键盘，你再可以这个里面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表情符号去进行点回。这个也是新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想打字回复，但是又嫌它点回里面只有点赞、爱心太少了，不足以代表我们的这种就是想要表达的情感。所以现在可以把所有的表情符号都给你进行到点回的设置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延时发送看到这边有稍后发送，所以你任何东西都可以先写然后呢，点击这个时间设置的按钮去选择一个时间和日期去定时发送这样比如说早上请个假就不用再早起了。这是 iMessage 当中我们更新的一些功能。另外还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设置当中你会看到设置的菜单明显变得简洁了许多原因是因为它把所有 App 的设置全都归到 App 这一类了。那么你点开 App 这一类之后，但凡你安装的 App 在这个里面都会按音序排列进行对每一款 App 的单独设置。那还有一个可能是部分用户，起码我觉得没啥用但是可能有些用户蛮需要的，就是隐藏一些 App。那要想熟练使用这个功能，我觉得你就得看好我之前讲 App 资源库那期的节目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把我的邮件进行隐藏，那我只需要在这个图标上长按，然后你会看到它长按的下拉菜单当中会多一个选项，叫做需要密码你别找隐藏这2个字那是找不到的。你选择需要密码加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没有设密码，所以它没有办法隐藏如果我就不再设了。如果你设好密码之后，它就会隐藏到这个叫做App 资源库当中这个已隐藏的分类。而要想打开这个分类，必须先使用面容 ID 或者你的指纹才可以被打开。这相当于又给你加一道锁了。就是如果你把手机解了锁给别人，那被你隐藏的他还是没有办法看到。除非他说把你脸凑过来看一眼那如果这样拿枪，我还是那句话拿枪怼着你脑袋的情况下，什么加密措施也没有用除非你想豁出命去保护。其实还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把新的 iOS 18的系统，它把 App 的图标和 App 的小组件整合的更好了。比如说我可以长按这个时钟的图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多出了这么2个图形化的按钮。这什么意思呢？左边的这个代表的是 App 图标，右边的这个呢就代表小组件。
那现在因为我的时钟是以一个 App 图标的方式呈现的，那如果我想让它变成一个小组件，我只要点它，你会看到 App 图标就没了，它自动就变成了一个时钟的小组件。这也印证了我原来的那个理念啊，就是简化屏幕上的图标。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小组件可以取代 App 的图标。比如说我这边日历就可以用日历的小组件来去打开，而时钟就可以用时钟的小组件去打开。那当然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让它回来。这反而是一种更直观的去让用户添加小组件的方法。否则你进入到小组件界面有那么多太多的选择困难，那可能也会影响你使用这个功能。那这样看来呢，就方便很多了。以上呢就算是今天的一期加餐啊，我也是拼尽全力了因为今天我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和生活上的安排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具体呢就不在频道当中去膈应大家了匆匆忙忙的跟大家录了一期这样的视频，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我频道的观众，如果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用到新的功能，并且需要有一些简单的指点的话，那么希望我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